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这一期呢，继续回来史诗系列，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使用扎卡拉的一个心得。那么扎卡拉这个英雄呢，我对它的定位有两个，第一个是打出技能 combo， 就是先用2技能来秒一个敌人，同时触发3技能。第二点是它用来做一个群破甲，在弥补泰瑞这个群破甲英雄呢，它在逆属性的时候没法达到有效破甲效果的一个情况下，我会换上扎卡拉来进行破甲。因为扎卡拉是一个力量属性的英雄，对上一些力量属性的英雄的话，破甲会比较轻松一些。好了，我们开始这一期的视频吧。我们先来看扎卡拉的一个面板，它的攻击力还是不错的，虽然不是特别顶级，但速度非常不错，这样就让它在抢先手上比较占有优势。这样的话就不用在装备上对它进行过多速度的一个倾斜，这样我们可以集中精力把它的一个精准和它的一个暴击或者是爆伤提高。那么扎卡拉这个英雄，我给它的一个装备不是特别的好，它是属于一个我现在用第2档次我自己的一个装备水平。那么它的一个进攻攻击力也不是很高，主要是堆了速度和精准以及它的暴击率。这样的话我能抢在竞技场能够打一个先手，能够进行一个破防，同时在副本队伍里我用它也是进行一个破防，加上在 BOSS 关卡对 BOSS 进行一个虚弱。我们来看它的技能，一技能是一个有概率触发虚弱，虽然 50% 概率不是很高。然后它的2技能呢是我比较看好的技能，因为它如果击杀掉一个敌人的话，它会立即触发3技能一个碎甲。那么这个技能呢是群攻3次，同时还降低防御力 60%，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破甲加群攻技能。而且这个2技能它 CD 非常短，只有2回合 CD。 而且另外一点需要注意的是，2技能激活触发3技能碎甲的话，它并不会影响3技能的 CD， 这一点我在稍后的一个竞技场视频里会跟大家分享。那么它的光环技能呢是精准在所有战斗中提高40%，我不是很常用，如果急需精准的小伙伴呢可以考虑使用它。好，扎卡拉这个英雄呢，我们来看我做的这一个图表，它使用场合我给了80分，它的英雄特色主要是一个技能联动的输出和一个破甲。而他在副本的表现我觉得都非常优秀的，唯一因为属性的原因他没法打巨人地下城，同时精神地下城也没法打。而且在蜘蛛地下城里呢，20层它是没法加入的，在大部分情况下它的属性因为被克，所以在蜘蛛20它的表现不是非常优秀，不过用来过蜘蛛19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工会上呢，我也不推荐使用扎卡拉，它仅仅是有一个虚弱加一个破防，而且它的一个面板比较脆，所以在工会里不见得它会打出很好的一个输出。我对它也进行过试验，就是装备上的倾斜导致了它的输出能力不足，仅靠天赋打出伤害的话，1技能由于只打1次，所以触发天赋的概率也不是很高。而对于竞技场呢，我会经常用它打一个进攻，因为它的一个破防实在是比较好用。当在泰瑞遇到很多对方是力量型英雄的情况下，我会换下泰瑞上扎卡拉，这样的话能有效的保证我的破防能够准确的上在对方的身上。而关于天赋的推荐，我是选择了最后点了一个战争大师，是为了增加有限的一个伤害，在副本里能够更快的一个过关。那么对于装备的一个选择呢，我个人是比较推荐于吸血和冷酷或者是野蛮这样的套装，能够极大的增加输出型攻击型英雄的一个输出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几个实测视频，首先是打竞技场的一个测试，我们来看一下扎卡拉在竞技场的一个表现，它的破防能力究竟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先用莱桑德拉进行拉条，然后殉教士的一个激怒。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扎卡拉，他如果选择2技能，他可能杀不掉敌人，所以我选择了3技能来进行一个击打，这样能配合骷髅女王的一个大招，能打出更高的一个伤害。我们在这还可以看到，骷髅女王如果天赋点了血量降低，有概率反击的话，在竞技场里还是非常好用的。对方这个骷髅女王就不断的对我方进行一个反击，压低我方的一个血线，这样就给他有几率的能够秒掉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接下来我们再选择一个这样的一个队伍，这样队伍里有个明显的短板，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扎卡拉的这个2技能和3技能的联动了。我们注意看这个地方，死亡猎人他马上要死了，我可以用2技能进行一个击打，然后触发3技能。这个时候很多小伙伴可能会疑问3技能会不会就进入 CD 了，会比较亏。我们来看接下来的这一点，
这一点是我觉得扎卡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是它的3技能这个时候竟然还能用，也就是说2技能刷新的3技能的 CD 的话，其实是不计算进这个使用 CD 的，也就只要你触发了2技能，你的3技能不管用过和没用过，它都会保持在使用2技能之前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设定。接下来是使用扎卡拉在龙20的一个基本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它先手触发了一个群降低防御，对于这个队伍输出的增加是非常有益的。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小泽的这个大招，它的释放实在是比较无脑，没办法，我们希望用到小泽只是用在龙的一个BOSS 关卡能够尽快的清 BOSS， 在普通关卡由于我没有群上毒，所以这个小泽它的一个使用起来会比较的困难。那么对于小兵关卡的快速度过呢，一个就是群上毒，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以用皇家进行一个快速的清。我也考虑过用王子然后刷新之后来进行一个皇家的一个快速清，但是那样的话我现在的装备还不够好，所以不是很稳当，会很容易崩，所以我并没有常用那套阵容。那么这里边比较麻烦的是这个骷髅女王，这骷髅女王被激活打的血量那么低的话，所有人几乎都会打她。这个是比较意外的，被炼金一下不小心把骷髅女王打掉了，不过没有关系，我们4个人打龙应该也不会特别的久，但是比起有骷髅女王肯定是要慢上不少了。这个阵容的话，我主要是靠小泽自己的一个上毒，然后自己来用大招了，配合上这个扎卡拉的一个虚弱，能打出来的伤害还是比较可观的。这个时候虽然小泽这个大他并没有打出很多伤害，但是能够有效的避免这个龙的这个突袭，而且带上虚弱以后，其实对整个队伍整体输出的提高是比较有利的。如果能用骷髅女王的话，我这个龙打的时间会稍微快上一些，现在没有骷髅女王2分钟是结束不了的。小泽这个毒上的这个数量的话，他只要再来一个大招，应该就能直接解决掉龙了。现在就是等他大招的一个 CD， 还差一些，毒还不够。这就是这样一个基本上扎卡拉在龙的一个表现。龙20里虽然它打出来的输出不是非常的高，但是作为一个破甲，它因为有属性克制的作用，所以能够很好的保存生存能力，以及同时带来破甲能力。接下来我们用扎卡拉打一个火骑士关卡20，看一下它具体的一个使用情况怎么样。我这里边我试一下使用一个训教士来进行一个搭配，我换一下这个阵容，看一下究竟能够扎卡拉在里边的表现如何。我比较看好他在 BOSS 关卡的一个破防加上上虚弱的这么一个功能。我这个队伍它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通过推条和控条流来限制小兵以及 BOSS 的一个出手，从而来保证我方的一个生存。基本上扎卡拉的话，它的一个2技能在这样的20层副本里是很难击杀掉敌人的，除非你手动进行控制，自动的话很难会选到你想要的一个有效的一个目标。但是毕竟作为一个史诗英雄，它能够兼具破防以及虚弱，同时在属性上有一个比较优势的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至少我目前我的阵容里没有更好能替代他的一个破防的一个选手。当然作为这样的破防的英雄的话，你如果有飞龙、维纳斯或者是卡屯这样的英雄的话也是非常好用的。传说英雄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技能的组合搭配以及它的一个面板属性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优秀的，如果你有的话当然优先选择的是传说英雄，但是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不一定能抽到自己想要的一个传说英雄，所以我觉得在稀有和史诗英雄里找出合适的一个英雄搭配的话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以来坚持做这个史诗系列和稀有系列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下一步我也是自己正在试验这个史诗英雄搭配部分的传说英雄和一些稀有英雄来过一个阵营战的一个攻略。那么如果你对这个阵营战系列的视频有什么看法的话，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我能更好的做出改进，然后能做出对大家更有帮助的视频来。当然如果阵营战你是一整堆全是传说英雄的话，你基本可以忽略任何的攻略了，你全上传说英雄，然后做一定的一个调整，基本上都能过。但是很少有人每个阵营都能用传说英雄过吧，那样基本上需要满图鉴了。这一个阵容的话其实打起来会比较的慢一些，因为之前我是用鱼人打的比较多，因为推条流的话有鱼人会非常非常的保险，这样的话基本上 BOSS 很难出手。内森配上小泽的一个上毒的话还是比较好用的，但是这里边我不太确定这个 BOSS 他能不能够扛住这 BOSS 的一击，因为害怕这个扎卡拉还是因为装备没有给他非常好的装备，所以导致他的一个属性比较的差。下一步等我更新装备以后，我肯定是要换装备的，因为这套装备实在是没法用，这套装备对这个扎卡拉来说不是非常的友好。我给他堆了一个高速之后，仅仅是为了能够让他在一个关卡里和竞技场里各种情况下能够领先于我其他输出英雄，能够优先打出伤害，破了甲，这样能增加大家的输出能力。有了内森加上莱桑德拉之后，基本上火骑士的 BOSS 很难有出手的机会的，虽然打的时长会比较慢，但是这样也能够保证了这个生存能力。我们只需要依靠小泽的一个大招来进行一个清场就可以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在 BOSS 关卡，扎卡拉只有1、3技能有用，2技能这个联动是没法触发的，这一下这个就可以结束掉了。我们可以看他的一个伤害打的不是很多，但是他能够做出的功能性的作用，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强的。好了，这就这一期视频对扎卡拉的一个基本使用的心得以及分享。那么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呢，也别忘了点击订阅关注支持我。如果你对下一步阵营战的视频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和一个建议，也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